米浆，哦，这是辣椒。炸米是什么？是拿这个炸。这是。你动作太慢。啊。要不要再一个呢？我10回。辣椒100啊。现在可以用了吧？哎，你拿上马了嘞。好。对，日光头那个，这个日光头那个，这不要，给他加花点。对的，这是看到想吃，眼大肚子小娃娃都这种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吉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凯里是一座由苗族人聚居的小镇发展起来的城市，位于贵州省东南部，距离贵阳约125公里。这里被誉为贵州东南明珠，有许多不同民族聚居于此。凯里是苗语的汉译，有多种解释。一种说法是牧老人种田的地方，另一种说法是苗王吊镰刀的地方，还有一种意为新开垦的充满希望的土地。中国苗族黔东南占了一半，这里有神奇的苗医，也有神秘的风俗，不仅蕴藏着绝美的自然景观，还充满了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底蕴。凯里藏着很多百年苗寨，不同于江南的温婉，凯里的古镇神秘又豪放，质朴又纯真。这里也几乎包揽了所有关于故乡的意象。千年的苗寨，吊脚楼在风雨里依山而建，山水如水墨画一般，总是烟雨朦胧，很像离家时记忆里的故乡一样，看不真切。所以这里成了中国电影中故乡的代名词。路边野餐、地球最后的夜晚，全都讲述着凯里的故事。这座小城有着独特的魅力和生活气息，菜市场非常大，大到菜市场都装不下。菜市周围每一条路都被小摊包围，而凯里的生活就藏在各式各样的大街小巷里。对于我来说，就像开盲盒一样，永远不知道下一条街下一个角落藏着什么惊喜，但都带着独属于贵州的气质。一商场是凯里经营最久、最有烟火气的集市之一。这是一个集菜市场、手工编织老街、苗服街于一体的综合市场，一直以来都是这座城市的地标，是凯里商业街发展的源头，也镌刻着凯里人的乡愁记忆。这是在哪儿买的？啊，在哪儿买的？你自己做的？自己做的。哦，
是旱烟哦，对。这是要斗的鸡吗？哎，哦，斗鸡的。凯里市清平北路金域商场，又叫二商场，是位于凯里城市中心附近最大的一个菜场。每天众多商贩、市民聚集于此买卖生活所需。这里品类繁多，价格也相对便宜。全部是纯银的，全部纯银生产的，12一克。一里不同俗，10里不同服，这是对黔东南民族服饰最真实的写照。凯里民族风情园有个秀里陶妃仪集市，每周4至周日开放。即便是平日里，也有常设的摊位，售卖着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民族服饰。由于苗族文字的缺失，苗族服饰也被称为迁徙的史诗。苗绣里的一针一线，连接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化注脚，记录着苗族人民迁徙漂泊的历程，蕴含着流传千年的故事，是漫长时光留下的珍贵密码。凯里的地下有一个很大的商业街，这里汇聚了各种的时尚服装、鞋帽以及特色小店，也是贯通这座小城的交通网络。无论是购物还是休闲娱乐，冬暖夏凉的环境都很让人惬意。夜幕降临后的中国步行街开始热闹起来，这里是凯里美食的代表之地，里面聚集了各种美食摊位，洋芋粑、凉拌、炒粉、炒饭、烤肉串等应有尽有，让人目不暇接。周日是凯里人赶集的日子，集市上兜售各种当地人自制的生活用品，还有斗鸡等娱乐项目，热闹非凡。从一商场穿过巷道就是东门街，顺着东门街可以走到西门街，走到二商场。这些凯里城区最早形成的街道，被老凯里人亲切地称为凯老街，就是他们连同周边交错的道路，让集市分为好几个会场。各式蔬菜、苗木、苗药、苗绣、手工艺品、家禽狗市，甚至还有算命一条街等等。所有这些建筑、服饰、民族食物、艺术、刺绣、名器，都在向你展示苗族的生活方式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凯里最地道的生活气息。为了在赶集日有个好摊位，卖个好价钱，很多摊主因为家太远，路途太花时间，凌晨就来到了集市旁。一群人点起小火盆取暖，等待着天亮以及过来赶集购买的人群。凯里的二手市场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卖，书、衣服、鞋子、电器、手表，还有数码产品，甚至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搬出来了，全新的也只有几块钱，惹得好多人在赶集日一起床就赶紧过来淘宝贝。
尝尝这了不？啊？这肯定了。这好新品呢，这个位置。这好。他们这个是想要个平的皮，5块呀。这热的少点。多少钱？啊？3块没得？我这样。啊？这个再点吗？不2块了嘛？2块了。啊3块，我看我这不对呀。3块了嘛？3块了嘛？哦。我们这个人呢，主要是要和他们在一起嘛。会不会这个很大？哎4块钱吧。这个？这个好呀。这个。这个你看这个饺子好是吧？别的。啊？是虚的。我看了5块钱啊，5块这就。这个5块都可以了，我们干脆或者这就心里边有多少钱苗族支系与支系、县与县、寨与寨之间在服饰上都有区别，在这片土地上展现出了丰富多样的风格和特色。走进集市，五彩斑斓的苗族服饰映入眼帘，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。都是您缝出来的这个？对，你看古代皇室的人，树越高，翡翠的水头越好。是，但是你看我这个，这些帽子有什么讲究吗？这个花纹和颜色？这是老年人戴的。啊，老年人戴的。女孩子戴那是花帽子。女孩子戴那个银的那种是吧？哦。而且这个仁波切呀，6岁的时候就被誉为漂亮。他有头有脸的名人之士。这是逢节日戴吗？还是日常就戴？对，平常就戴啊？有讲究吗？没有啊，就是看你。就是看喜欢。他们买的觉得能贵啊。我的人找的没事，搞的没拿。妈的，我那边的到底我也没来接，排了很好。这个地方。我跟你爱都没了，没这地方他弄的过去的就的那个好。哎，那就呗。对，还没多少下，不能。为什么要缠那个布呢？炒那个炒好看。啊，缠那个好看。对，这是啥？漂亮。是专门给他做的。对。哦。大妈们一早就来到店里，穿上他们提前预定的服装，盘发戴帽，一起高兴地赶集去了。这是什么染？蜡染，蜡染都是妹妹画的。哦。这种是染好还没脱蜡，一脱蜡又成这种。哦，这是先画这个，然后再染成那样。对，先画好。像这边这种不染，这种是拿去裱。裱。你看我裱在墙这边，这都是拿去裱，什么都可以吧。做抱枕啊。做抱枕啊。房子一家人这个呢？这个一样。一样的吧？一样的。对。这个绣的图案有什么讲究吗？没有嘛，没有，就是你们当地的哎，对呀，这种是花钱那人妹妹来刺绣嘛。好了，马上来哈。靠近一商场的水沟边是凯里的一条老街，窄窄的巷子里有10来家开业近达20-30年的竹编品商店，时光仿佛在这里停滞。那多少钱？50。巷子两边的店铺前悬挂着背篓、簸箕、筛子等等竹编品，这些竹制品有着不同的编织工艺、造型和功能。没有顾客时，店主就坐在门口完成手中各式各样的编织品。编织完成后挂在门头展示，几何形状颇具趣味，呈现了手工艺之美。那个，买到100条，买到100，然后买到200。
然后多吧。咋弄呢？我不那个，我9块钱，我就，我还就加玩意儿。我就加哦，那个不能的很拉，拉，我们家爱做个，俺们在一起在那位，从那这些我们那边那么还大位那么集中，我那么还把的外来老个。这个是做什么用的？刚才最低价钱没呢。装机。哦，装机。哦。这个是机篓。哦，机篓。这是多少钱？ 20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那个还叫山赖。山赖。对，山赖。哦，山赖哦。在我们有说的是那个3块钱加2块钱，6块钱。多少钱？6块。 6块1把。哦。但是在它商贩，它一小颗就是1块。哦，那你们买回去干什么用呢？做牛肉。哎，牛肉、狗肉都可以。哦，是用它的根还是用它的？这些全可以，都可以。全部都可以啊。全部都可以的。哦。山赖，我没见过。多少了？多少钱？这个不难呢。菜了没有？那不菜没有要大花嘛？菜了多带吗？我打到。头发都出水。2块钱3块钱小嘛。菜买配的。菜买是有大花还要。你买1根回去干什么用？做狗肉菜。啊，做肉吃啊。做狗肉的。哦，对。羊肉、牛肉。哦。水壶缸。水里面的。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吃一吃。吃啊。吃一吃。喂料啊。钓鱼。钓鱼也行。钓鱼。哦。真大。咬人吗？不咬人。也是，你摸到这里它是咬人。哦。也是那个酸赖。酸赖。酸赖就是那种。这种香的。这是野生的啊。对，野生的。哦，真香。对。很香的。对。这是什么兰？蕙兰。蕙兰。一菜菜的。长那么高。这个怎么选呢？那个有没有白啊？白丝丝啊？多少钱？这一咋块了？5块钱了吧？得7年了吧？行，这。这小这都是。这猪大。这大伙这个9S。你是搞个花炮呀？哎呀，我哪知他不？这个是坏了吗？知道是花炮吗？这是。这大波这来的老呀。还有我心想花拿给你炒，拿给你炒，台牌的，我给你叫做什么？50台牌的炒，基本这么也是。你这搞那个直接是，这会实现。搞得不花开，没剥嘞，没不花。相传1万多年以前，苗族的祖先巫贤发明了巫术，巫贤和巫鹏发明了医药，巫医给人治病，便是苗医苗药的开端。有些苗家的门庭院落会种植一些常用药物，年纪大的苗家人几乎都有掌握几十种植物的药用方法。凯里一直保留着较为完整的苗医文化，集市上会有苗药一条街，周边山区的民众会把平日收集的草药汇集在此，设摊摆卖。售卖的药材种类很多，甚至有很多连采集者都不认识，也不知道用途。
也有一些是采集者认为可能是药材，带到集市上售卖给了解相关植物知识的人。这个是什么？西长瓜，治病的这4样病， 4样病。哎，什么心脏、胃脏、气病、人心慌啊，自己种啊，自己种的。啊哦，山上没有，山上没有。山上是这种。啊，哦，这个的是河里面长的，可以吃，广东叫西洋菜。哦，降血压的。西洋菜，西洋菜我哦。们这边开水芹菜。哦，这个买回去干什么？洗头、洗头啊，皂角，皂角，皂角是原生态的这个防脱，防脱发。哎，哦，麦冬，麦冬啊，这个买回去干什么？吃吗？不知道。啊，有一些工作拿吃的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干什么用的？不知道。你们就是知道是药，然后把它挖了过来卖。哦，出现这。哎，他们是我。这个。走，好看。好看啊！这是什么？好看了。啊，用啊。是干什么用的？不知道怎么用。哦。他们要搞这个凹豆啊。啊。搞这个。哦，豆汁啊。就是你知道是药就采了。哎，这个有葱的，到处有葱啊。哦。这那样啊。啊。就是那个水酸气。水酸气。哎，放到这一边。10块。好看。哦，对了，我男朋友那个讲的，妹就谁讲的？啊，没。哦，要你。哦，小孩。这个只要根。要这个果。这个是黄金。这是黄金。哦，那这个呢？如果就是那的话，轮到一些人不到。哦。这是干什么用的？这个是感冒啊，喉咙痛啊。哦，感冒喉咙痛，这个叫什么名字？就是拔草根。拔草根。这是白罗根。白罗根。白罗根。这能治什么病？这是补体的。补体的。哦。身体衰弱。哦，身体补体的。炖排骨，炖什么都可以。炖排骨。哦。这个要3包是吧？1盒要嘛？好呢。用我想怕用不快，怕坏掉。是我好呢，跟我管的好呢。那这也可以炖肉炖鸡。可以。大人小娃都可以吃吧？可以吃。这个？这是附子。哦，这就是老鼠头，我们家叫老鼠头。哦。这是那个药树上都是黑胡子。哦。有黑乌头。乌头。你买这个干什么呢？买做药。做药。这个是毒药。毒药。这个毒药你要会用。要会用啊。你是医生？我不是医生，我就是农民。哦，那你买这个？我买这用啊。这个有是毒药，也可以外用，也可以内服还要治过。治了要会用，不会用了不会用马上都死了。哦。春季家，我们那里春季家开始发芽那么高了，他们就把那个芽去摘去下火锅，吃就差不多死人。怎么这么大点？那看那么嫩啊，它那嫩的很就可惜啊，就摘去下火锅就吃了差不多死人。哎，这不开玩笑的。后来又打官司了，那个老板就叫了几个人再跟他干活呢。干活那个工人就采那个来吃，有一个差不多死
后来他们跟老板要钱，那个老板说不是我叫你摘的，是你自己摘的。后来那个摘那个费还要自己掏钱，掏了80多块钱进医院。哦，你们看是吧？这是你会用就是药，不会用就是毒药。对。这我还要自个家，这我女子才配方子才用了那一滴滴。这我一般都是外用。这个，你要是抓一层钱嘛，是吧？抓一层嘛是血。这是血我还要1斤哇。随便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红牛特鲜。这个是干什么的？这是配药了。配药。大部分配药是用这个。主药。我要1斤哦。你吃嘛有了。起不好做，你放心。怎么看呢？看你们都不懂。我们都不懂。我们看这个毛色，毛色漂亮，尾巴不长，外子好。这些娃都上过去，放个让这些健康好。他们贵不了，这他们这个娃子一样。对啊，我拍的还不照呢。哎呀，你吧。把米了，呀。大娘的了吧？大娘的了。那他妈你快，点吗？没有，就上山的。这什么？这一带毛哪个好点？两个这个我说这没好看没什么好看，这啥了啊？哎呀，卖价40块钱1斤，买回去喂啊，喂过年，过年你要管子选好的，放在有机界，使劲编，使劲来。
小看他们老几，还吃不着，有好多。那就当50多米了，那10多米了。你看我们这里，我这个你来哪就省你嘴，你带着你。不管了。都带的是鸡是吧？刚。这电脑好不大。那我现在他。斗鸡是苗族一种古老的禽斗活动，斗鸡都是被人特意驯养出来，以专门供竞赛的。当雄壮的斗鸡两雄相遇，或为争食，或为夺偶，他们的战斗意志便即将生死置之度外。特别是当两只斗鸡实力相当时，战斗不到最后一刻，结果始终可能是个悬念。斗鸡之前，双方都把鸡抱在怀里，等确定好规章之后，主人会抱着斗鸡走近，互相挑逗，更是要在主人的悉心调教下，学会了战术布局与时机把握。每一次跳跃、啄鸡都蕴含着智慧与勇气的火花，斗鸡的每一次交锋都扣人心弦，让观众们屏息凝视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。所以在斗鸡比赛前，会有专门的直播经纪人在直播间售卖现场准备战斗的鸡，观众在购买后通过直播方式观看已购买斗鸡的战况。斗鸡很少有和局，他们只要一息尚存，也要奋战至死。因为这条还没有开叫，还没有开叫，兄弟们啊！看兄弟们给多少，我来给兄弟们谈。然后想打6斤半左右啊！看兄弟们给多少，460的这条，给个合情合理的，老板可以出来，给太低了啊，老板就不出了。脖子某，这鸡脖子密度好啊，脖子密度相当好，兄弟们这条啊，密度也大，密度好，这条啊，一发起来一起线来，这鸡就好看了，给打，现在它卖啊。现在还没开叫啊，还没开叫的黑鸡啊，给兄弟整这种小嫩嫩。这条大关要6张，兄弟们，这条要6张，这条灰大关，这条漂亮哦。几斤？那个5.5左右啊。啊，5斤半左右。5斤半。何老板在不在？何老板整这条，何老板。红大关。现场有9到5米。这条6张啊，单打的年纪。大家看一下。盖杀啊，6张的盖杀啊，6张的盖杀大关，漂亮，这条盖杀大关漂亮。差不多6斤，不止5斤半。下司古镇自古就是清水河边商埠重镇，是贵州的小上海。镇上至今还保有大量江南、徽派、闽南等各地的特色建筑，还有一种特殊的猎犬原产于此。这不重要，这个大这个2老米绿色的这个多少钱了？1000块。1000块。哪有那好吃下子？现在哪还有这个好？这是什么狗？卖1000块？夏斯犬。夏斯犬哦，夏斯就是。哎，你看着它要的贵是吧？嗯。对，不过也没有那个行市了，要的也是贵的。前些年一枪都不止，得2枪。夏斯犬又叫白龙犬，是苗族居民在大山中繁育出的一种犬类。据说位列中国本土猎犬第1，被评选为世界名犬排名第3的中华猎犬与德国牧羊犬齐名。每年的农历7月，在建和县周边的一些苗族自治区都会举办抬狗节，以此来表达对于狗在民族发展历程中起到帮扶的感恩之心。而每到那一天，值得被人抬的那条狗就是一只夏斯犬。养了多久了？3年了，养了3年。是今年过来卖，得卖多少钱？1-2千啊。3个月了。
3个月。要。这是夏饲犬。哎。哦。3个月多少钱？1200。这个要5个月叫耳朵就会比。夏饲犬有什么讲究呢？给山上那个兔子啊，这个野猪啊，钻山里。哦，钻山啊。这个好贵啊！集市上卖的都是中华土狗，很少有宠物犬。只要出现一只比较纯的夏饲犬，就会很多人围观。好了，有对，1000多块钱。哦，这个好看。对，这个还有给你看。当然是专门吃的好多人啊。好。这喜欢吗？买回去蛮长。你买回去准备？那是自己养啊。自己养啊。这个不卖，这个不卖，这拿去养。啊。多少钱？170。当地夏饲犬幼犬的售价一般是1000元左右，成年狗则一般是按重量售卖，所以会看到当地人抱着狗称重，再减去自身重量的场面。弹棉花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传统手工艺，夫妻俩已经在凯里弹了30多年了。弹的主要目的是让棉花更加蓬松温暖。蓬松的棉花中充满了空气，可以有效地隔绝人体与外界的热量交换。民间有句话：“1000层衣不如1层棉。”然而，新采摘的或长时间存放的棉花变得紧实，失去蓬松感，保暖性能也会下降。这时，弹棉花就显得至关重要。弹棉花的传统工具主要有弹棉花的弓和弹花锤。工匠师傅用弹棉弓的弦的弹力带动弹花锤反复击打棉花，弹花锤击打产生的震动会传递到棉花纤维上，使纤维彼此分离并重新排列。弹好的棉花不仅更加蓬松柔软，保暖性也大大提高。随着一声声弦响，一片片花飞，最后把一堆棉花压成一条整整齐齐的被褥，仿佛就是一种魔术。是要包它了。棉花弹好后，还需将棉絮的两面用纱线纵横布成网状以固定。这一套做下来要费一些时间，一天也做不了几条。
米酒吗？哦，是你家的。啊，一天要蒸多少？你多的就这么一次啊？哦，150斤。哦，里头就是米酒是吧？哦。在凯里经常听到这样的话：走，搞酒去，我们那香甜的米酒很过瘾。顺着市集的酒香走到了这家酒坊。米酒是凯里乃至黔东南的一大特色美食，当地人把米酒亲切称为土茅台。这个得多久才能出来？这个，这个差不多1个多小时才出酒。哦，1个多小时。要沸腾，然后再蒸馏。对。哦。它变成那个酒了，它就全部留下来。哦。已经开始蒸馏了，能蒸几罐啊？2罐。哦。做了20年了。一直在做这个啊。就只做糯米的，做糯米包谷的不做。这就已经好了。啊，这是冷却的那个水。这个水太烫，它就冷却不了了。烤酒其实就是一种蒸馏酒，是将蒸好的米拌上酒水，密封发酵一段时间，然后将发酵好的原料装进赠子，再将赠子放在铁锅上，通过加热产生水蒸气，利用水蒸气遇冷凝结的原理，让水汽变成一滴滴美酒。烤制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蒸馏的过程。这种酒平均度数在38度左右，醇香扑鼻，口感好，味儿不冲，喝食会比较顺畅，没有灼烧感，因而备受欢迎。这还有米呢是吗？对，绿下。哦，酒糟。哦。这个度数高吗？不怎么高，30多度。30多度啊。好，谢谢。这个要是锯它吗？别看这外表简单的一杆秤，需要刨木杆、砍墨线、定星盘、钻星眼、刻星花、打磨上漆等10几道工序，每一道工序都要细心谨慎。这其中刻星花是最费神的，需要用戳子对准之前画下的刻度，先打眼，然后把铝丝插入眼中，再割断铝丝，最后利用水磨抛光，便留下了一个个星点。这个过程需要极好的眼力和耐心。现在大街小巷见到的大多是电子秤，除了卖小菜的老人家还在购买这种手杆秤，几乎没有人需要了，因此还在手工制作杆秤的人就更少了。在凯里老街有着这2家秤店，安静地存在了20几年。老人告诉我，木杆秤的提钮叫毫，那是明察秋毫的意思，秤砣称为权，秤杆称为横，秤砣与秤杆组合是权衡。这个是怎么确定它是在那个筋上呀什么的？鬼吃鬼了的嘛，江南那鬼吃鬼好的。哦，鬼吃鬼好的。这鬼吃银子的嘛，鬼吃鬼好的。哦，你这好小学都学那个研究，鬼给人家非得分嘛。哦，这个杆秤其实搞不出的。我60多了，做40多年了。这大地方不好玩，这个小地方好玩些。我是湖南的，我不是这里的。哦，您是湖南的。哦，我们是农村出来的嘛，原先给这个
改革开放出来，我们一出来来搞国铁啊，是这样搞的啊。那实际他在国内他本地他没有人搞这个，也不会搞的。哦，对。你还是在这个你是看这个不开革命呢，都是外地人，不是本地的。哦，就是本地的都是苗族和侗族吧？苗族侗族为居多啊。他们好像没有这个手艺，没有。好了，而且那个复杂的很，他们年轻的，因为年轻人不想搞嘛。我儿子他们原先晓得搞的，他也不搞的嘛。搞这个跟人家长寿，跟人家又要搞修理，我们是也搞修理为主嘛。还修理啊？不管那种成电子成机个成台湾成，我们都有的嘛。哦，这些对，这些也要维修。哦，这就是您已经做好的，这还得上漆吗？吃了没？吃了。吃了。快点哈。好，下次来。有出来了。出来了，有来摆哈。好。这是卖早饭。卖西面的吃不吃？好吃。我吃过了。是吧？那您一个人在这儿？哎，对，我跟人家老太带人去了，给人家带孙子去了。带孙子去了。我跟人家他们做这个做不了，互相做的嘛，就是我搞嘛。年轻人他们也做那些轻型生意嘛，不做这些嘛。我们这个50、60年那个人也嘛吃苦吃惯了的嘛。对，你这是嘛？赶场人挺热闹的。赶场他是小一下人的，反正也多一点了，他比较。对，好像。现在他需要这个是人口的，人家嘛越来越分散了，不集中了。对，早些年这里老的集中，那人多些，现在人口这个分散了，在这外区多个的少了。你看原来就赶这一个地方，现在赶到二沙人那边啊，这个牛马场那边啊都有了。它分散了，现在分散了扩大了。对，二双也是人很多。二沙呢，它是人是多，它为什么呢？它那里是一个，反正蔬菜批发、水果批发意思，都在集中在那一边。那毕竟它这个中心位置老市场。对。是在磨刀吗？开这儿吗？看这个。这把刀多少钱？100。这是砍刀吗？还是切菜的？砍骨头的啊。自汉以来，历朝皇帝就经常把苗刀作为礼品委赠给外国使节。在古文献中，经常提到苗刀，称赞它锋利无比，削铁如泥。在网络搜索里也显示，苗刀在10大名刀中位列3甲，湾水苗刀不磨也能割3条。这是流行于湾水当地，称赞锋利无比的湾水苗刀的一句顺口溜。那是给的。20，你们好到这个20个，25买我老秀是啊，25，球球啊，这个25的。我不要，球球，都这个25老秀。我拿给你看了，这个了，这个35了。没有买过25。球小孩拿那么。来，去买，我来搞去炸来。这手工做的啊，手工做的刀，湾水的。买不买？在苗寨内拜师学艺，就是带几斤肉、几斤酒到师傅家吃顿饭，没有太大劣迹便可收为学徒。学徒跟着边打铁边学，待到手艺学成，师傅则打造一套打铁工具相送，便可另起新炉，自立门户。如今会在集上看到菜刀、镰刀、柴刀、锄头、斧头等独具特色、品种繁多的铁制品均有打造。菜刀，砍柴的刀。好利啊！你曾给我讲我拼了就完了嘛，曾给我讲了嘛。 1000多年前，诗人白居易描写的卖炭翁形象深入人心，如今仍能看到类似的情景。这是用什么木头烧的？后天根、剑天根。哎，那个好多钱啊？2块6啊？2块6，2块6。2块6一斤。哦，把今天给什么啊？没想过我就了解。还好买。
我们要的多了，去给你小点。我说他是见面的时候好去讲，你看这样子好看，你自己给看当然没好看啊。我要是给后头给你把放下来嘛。你去找他们采嘛，他们有采的，希望愿意要啊。啊，我也是天啊，你有天啊，起名字的还有灯谜啊的，他们要是采的，所以你又今天今后了。要好多钱啊？要好多价，我都拿给你嘛。啊，我没卖，好处我没卖。好的哟。他们有啊。少2天。少2天啊？哦。对，不容易。2天你放要煮啊，你要等个3天，它冷却好你才出窑。哦，对。1天这是5天才哦，你从哪儿挑过来？我们拿车拉来啊。能卖得出去吗？我看他们都买那种机器的。有些喜欢一样，有些他又喜欢我们这种。哦。都喜欢。如果价格谈不拢，卖炭人只好挑着木炭回返，下一场再挑来，寻找合适的买主。来8个油车包1块钱2个。这个是米浆。米浆哦，这是辣椒。这个是炸米，那个是糯米。1块钱2个。炸米是什么？炸米就是半个米。哦，18米啊。那个就是糯米。1块钱2个。是拿这个炸？这是你自己做的？这个。哦。粑是方言，指饼类食物。油炸粑是将大米与大豆类按比例打成浆，油炸而成的一种食品。集市上总有几处卖油炸粑的小摊，设备都比较简单，挑起来就好了。卖油炸粑的老奶奶一边炸一边卖。一个好的油炸粑通常是香喷喷、脆生生、油亮亮的。刚刚炸好的油炸粑泛着油光，要趁热吃，轻轻一咬，外脆里嫩，又香又辣。这是糯米的，白糖的、豆的，这个是辣椒的，没的辣椒的。要几块？你给我来一个辣椒的。我先尝尝。1个5毛钱，2块1块钱。行，来2个吧。这个豆的来块，啊，这个2块1块钱，这个2块钱，就3块钱一个。行，好嘞。 3块钱。你看到单了，装。来，放进来。2块。软糯鲜香的豆沙粑可以说是贵州人冬天烤火时的最佳搭档。豆沙粑最推荐的吃法是火烤或者油煎，将它加热到两面金黄香脆，皮里空心，皮外四周镶嵌着金黄色。豆沙的香甜与糯米的绵软完美融合，香咸软糯的口感充满整个口腔。早起赶集时，空气里的寒气瞬间就消失了。要不要你多少钱？2块。你有啊？1块要。这就是糯米。哦。多少块？2块。好。好几个？2块。太多了。好。
收款2元。这个是宽粉是吧？这是宽粉。哦，这一份多少钱？啊？这一份多少钱？这个1块6斤。好了有好了啊！1块钱。1块钱。就煮的涮菜就可以了。对，放菜。哦，这个是有牛肚吗？还是牛肉还是什么？牛肉。哦。就是那个榕江那个陈超现场那个牛瘪。有没有到榕江去尝试过啊？做牛瘪，挑战过没有？没去过榕江。我们老板也到我老家，你这蔬果也不大，浪费我这配客的。哦，对，您是当地就是榕江人，有时间去尝试一下，挑战一下。哦，这是每天现切的牛肉。啊，现切的。其他地方现在好多那个牛是吧？它不是放养的，不是吃青草，吃干料啊，吃饲料的那个饼就用不着。用不了哦。必须吃白草的这个。哦，明白了。所以像我们那边，它当地它就是放养的，吃别的配这个配的这个炸，这个是那个米肚，叫水肚。什么水肚？就是牛肚子里面装水的那个肚子。哦，装水的肚。60啊。好嘞。辣度要中辣，微辣。中辣稍微低一点。我们在这行在我们纽约县城遍地都是。你们现在都会做这个？啊，我做行业人做的。这个好像只有在西南，包括昆明有，其他地方很少有。没有。就越牛才能拿这个。提到凯里美食，少不了牛瘪火锅，它是黔东南地区一个十分奇特的存在。主要原料是牛羊胃里尚未消化的草料，亦有人谓之牛粪火锅。据说在宰牛前，要先给它们喂养数日，混合着柴胡、葛根等药材的青草。宰杀后，将其胃中内容物全部取出，煮熟去渣，再加入胆汁、其他佐料，与牛肉一起煮成汤。干锅牛瘪，比之火锅。干锅中的花椒、辣椒和其他各味香料能将原始的味道遮盖大半，与贵阳的豆豉糟辣干锅倒有些相似，十分下饭。尝试之后，你可能会被那股独特微妙的苦味所震撼。牛瘪火锅的起源也与食疗有关，当地人传说吃牛瘪几次腹泻就好了，从此逢年过节，牛瘪火锅都是作为款待宾客的佳肴。这种饮食习惯也代代相传。
3斤了。这个也可以放蔬菜吃。哦，放蔬菜。备料是不得烧啊。百草药。哦，百草药。这个地方的特色。你们小孩能吃得惯吗？可以吃啊。可以吃啊。嗯。要炸多的吗？多的呢，炸的，炸多的。炸多点噻。你这个可以是我们那个吃炸多的呢。它这个又你在外面吃还，它是给你现称的也好一点。在外面吃那种多少斤你看不到。哦，都是预制好的。也不是预制的，你看不到嘛。看不到哦，不知道。现称的。哦。那不会给你切的少点。对对对。它这个看着还挺新鲜的。像我这个是看得见的。好，3斤哎。没法呀，还找钱啊！你到市场上买市场买了还多都没有。有开封厂商。老板，看看，135，你再看135、140的，给你又多1块5块，因为你要炸多了呢。啊？这个冷天气就适合于吃这个，对，舒服啊，暖的。还有小酒。吃不惯的吃，一次性就结束了，吃不惯的。永远都解决不了。一般我们地方的人，这个本地人都还吃得饭。本地人。外面来2年也吃饭了。哦，对。来2年都。说是闻着有味儿，但是吃着得很香。吃着很香的。你看巴西来那个那一婆他妈的天天吃他。这是我们黑暗料理。这应该不算黑暗，这属于药膳吧？药膳。啊。吃油饼，踢足球。龙江菜色。这是单独打的饼。好的。你觉得不够味道，你再加一点就行。可以直接加到很多里。好。谢谢啊，慢走，开始，还有事。你看，别放卡在这里面啊。我尝试了带汤的牛瘪火锅，感觉有些苦，不太习惯。不过配合蘸水后口感稍佳，入口片刻有淡淡草香回甘。贵州人，贵州味，贵州的烧烤让人心醉。只要华灯初上，在贵州的街头巷尾都会出现有3、5成群的人们围着一个小炭炉扇豆干，放置在炭火之上的豆腐，随着温度的升高，表面逐渐变得金黄酥脆。此时，豆腐内部的水分被巧妙地锁住，依然保持着嫩滑的质地。一口咬下去，酥脆与嫩滑2种截然不同的口感在舌尖上碰撞交融。以独特香辣风味闻名的长皱椒制作的辣椒面，则是毕节豆腐的灵魂伴侣。
将烤好的豆腐蘸上辣椒面放入口中，瞬间辣椒面的香辣与豆腐的鲜美在口腔中相互交织，互相渗透，二者相得益彰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我喜欢。儿子也买这个，在国贸的。哦。不早做青花绿了嘛？还没有，还没买得到。那你们做了厨师有没得这个？我是要不要加大肠？多少钱？5块钱。贵州糯米饭吃法是在白糯米和加了酱油的糯米中添入甜肠、蛋丝、土豆丝、酸萝卜、花生碎、脆哨、折耳根等物，再淋上辣椒油或白砂糖，吃时稍加搅拌，口味绝佳。与上海人吃的糍饭团是截然不同的风味。这种糯米饭虽以黔西地区最为闻名，但在凯里也因每家制作辣椒油的秘方各异，诠释出百般滋味。如有的在辣椒中吃出瓜子仁，有的能在辣椒里吃出木姜子的味道，还有烧烤辣椒味的。不过令我印象深刻还是小巷中遇到的糯米饭铺子，老板在辣椒油里添入豆豉和花椒，层次丰富，味道十分独特。但包洋芋是贵州遵义最受欢迎的小吃之一，它在贵州本地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头，叫蛋果辉煌。我那个不要折耳根。蛋皮摊的金黄薄软，鲜香的酱汁渗入蒸好的土豆泥中，融合后更加绵软。再搭配上各色配料，统统被蛋皮裹在一起。咬下的第一口，先尝到鸡蛋皮的嫩滑。接着，洋芋泥的绵密与酸萝卜的爽口、葱花的清新交织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嘛，后来带过去，小孩都晚上小了嘛。我们果子好了没嘛？现在？现在可以用好了嘛？哎，好。对，辣椒一般吗？好。这2个马上好了。来个肉饼吗？要辣椒的哈，你们要辣椒吗？不要好啊。我给你放个圈子哈。这个没辣椒，先拿着啊。来个肉饼吗？要不要辣椒？不要2个，一定要一个不要。好的，5块，2个10块钱。微信支付收款10元。来个肉饼吗？2个哈，好嘞。哎，有。来，你先来一个啊。来。我也有小萝卜哈。微信支付收款10元。好了，按照啊，哎呀，我打了给他，没要打了。还没吃饭了嘛？你吃好了噻？小个就这个6块钱没？这日光照的。6块了嘛？哎，这个日光照的它是这样子的。过来，一盒好多钱？小哥姐，10块一盒的，不给放这儿给了嘛？放不了，没有。放你俩。没有了。没有啊，我这边不要。给加番茄酱这样的啊？你那份是微辣的，中间是点辣椒。哎，好。我是看到想吃，一眼大肚子小娃娃都这样子。要好没哈？要微辣还是辣点的？辣一点的。辣点的哈。你上面加点辣子不加？加点哈。
他们最早来。马上。我再多呢。好，好。哦。马上哎，南瓜蛋糕。买这个尝一下吧。你多少钱？10块钱一斤啊，10元一斤。买这个吗？哎，对，南瓜鸡蛋面的白糖。我们现在尝的东西还多着呢。来，给我吃一个。恭喜收看10点，谢谢光临，您今天真好看。银耳炖牛奶，桃胶血燕，木瓜炖牛奶，红豆小丸，4个小时以上小火慢炖，健康、美味、营养，美容养颜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营养养生热汤，售卖品种红豆小丸子、桂圆银耳汤、桂花马蹄爽，所有炖品零添加纯天然桃胶燕窝马蹄爽，所有炖品零添加纯天然桃胶燕窝银耳红枣。枸杞，4个小时以上小火慢炖，健康、美味、营养。满满的胶原蛋白，营养养生热汤，售卖品种有绿头果梨、减肥内炖、银耳炖牛奶、桃胶血燕、木瓜炖牛奶、红豆小丸子、桂圆银耳汤、小丸子、桂圆银耳汤、桂花马蹄爽。当你漫步在凯里的街头巷尾，随处可见各种以酸汤菜品为主的饭馆和小铺，只因这里是酸汤的发源地。晚饭，我们来到了当地一家著名的酸汤鱼店。苗家人嗜酸，据说是因为过去产盐少，以酸替代咸。1天不吃酸，哈欠连连叹；2天不吃酸，饭菜不想沾；3天不吃酸，走路打牢窜。这个是纯自然发酵的酸汤，这个很香的。这是拿什么发酵的？大米和糯米。因为这个酸汤自然发酵天冷了，我们烧点炭火来烤一下。哦，好喝好喝。这个酸汤好喝，喝下去挺舒服的，这个。
贵州的酸汤分红酸和白酸2种，其中红酸的原料为番茄，酸辣爽口，口感浓郁；白酸是以淘米水或米汤发酵制成，有甘甜之感，适合用来做口味清淡的菜。在这里，万物皆可酸汤，酸汤牛肉、鱼、豆腐，不知迷住了多少人的味蕾。那鱼还是生的。店里蔬菜新鲜，鱼肉鲜嫩可口，很开胃。